许多人血糖老是飙高，真凶竟然就藏在我们每天吃的食物里，而且我们一直都吃错了。更令人跌破眼镜的是，有5种不起眼的食物，居然被称作天然胰岛素，能够让你的血糖稳稳当当一辈子。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我们从来不知道的秘密？为什么那些真正懂健康养生的人都在默默吃这些东西，而我们却浑然不觉？先等一下，在深入主题之前，如果您关心自己的健康，请先按下订阅并开启通知的小铃铛，因为在这里我们将揭开那些没人愿意告诉你的健康真相。我也想知道您愿不愿意与我一起踏上健康之路。如果您正在观看这部影片并深有同感，请在底下留言输入1。如果您持不同看法，输入0。若您也受高血糖的困扰，不妨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经验，我会尽力回复您的问题。好了，现在回到正题，我们先来想想，为什么血糖控制这件事会被我们误解的那么深？荧幕前的各位朋友，特别是我们的长辈们，一谈到血糖高，脑海里是不是浮现出几个固定观念？第一，很多人觉得只要不碰甜食，不喝含糖饮料，血糖就不会飙高。反正糖尿病不就是糖吃太多，所以戒糖就万事 OK， 是不是？第二，不少人以为只要是天然的东西，像是鲜榨果汁、蜂蜜、黑糖这些带甜味的食物，就算不上坏糖，甚至当成养生食品，大口喝、大口吃，觉得这样比较健康。第三，还有人认为控血糖就是饿肚子、忌口、吃得清淡无味，或者全靠药物、保健品来控制，认命的觉得美食从此无缘，血糖高了，生活品质就完蛋了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些想法是不是很熟悉，牢牢刻在许多人的脑中？可惜，这些观念其实就像一个大陷阱，让我们在控糖的路上一直绕远路，甚至越走越偏。我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隔壁的李阿姨今年60多岁，几年前健检发现血糖偏高，成了糖尿病前期患者。从那以后，她特别小心，甜食、蛋糕、奶茶这些统统不碰，家里连白砂糖都禁用，可以说非常克制了。但是最近一次回诊，她的糖化血色素检查结果还是偏高。李阿姨当场就急了，跟医生说：“我真的都没有乱吃什么耶，为什么血糖还是控制不好？”语气里满是委屈和不解。医生也很纳闷，便请他详细回顾一下平日的饮食内容，一笔一笔记下来后，果然发现案情不单纯，原来问题就出在他的正餐主食上。李阿姨除了3餐之外，确实不吃任何饼干零食，但仔细一看她3餐的内容，早餐常常是一碗皮蛋瘦肉粥或烧饼油条，午餐图方便买碗阳春面或炒米粉，晚餐有时随便吃个肉燥饭或面线糊解决。虽然没吃甜点，但你发现了吗？他每一餐主食都是白饭、白面这类精致淀粉，几乎没有青菜和蛋白质。难怪他餐后血糖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忽高忽低。原来我们一直忽略的一件事是，升高血糖的不只是加在咖啡里的那2匙白糖，而是我们每天主餐里吃进去的精致淀粉，白米饭、白面条、白面包，还有看起来没什么罪恶感的粥品、米粉、馒头，其实在人体里分解后，很快就变成一堆葡萄糖。一大碗阳春面下肚，等于吞进去好几十糖。不信您可以买台血糖机，饭后测测看。对糖友来说，这些看不见的糖才是真正让血糖飙升的元凶。李阿姨听完医生的分析，整个人恍然大悟。原来她自以为很养生，远离了蛋糕饼干，却忽略了主食的分量和种类。后来在营养师建议下，他开始改变饮食内容，例如把饭碗缩小一点，白米饭改成糙米或燕麦饭，还常常加一把红豆或黑豆混着煮，面条则用地瓜或南瓜粥替代，再加颗水煮蛋增加蛋白质。没想到这么一调整，不到3个月，他的糖化血色素真的降下来了，人也觉得更有精神。这下他才真正体会到，吃对东西远比光是少吃一点更重要。其实像李阿姨这样因观念错误而导致血糖失控的例子非常普遍。根据卫生单位统计，台湾每10个成人就有1人是糖尿病患者，另外估计有数百万人正处于糖尿病前期而未察觉。许多人和李阿姨一样，
一片好心，严防甜食，却忽略了主食分量和营养搭配，结果血糖仍然居高不下。我还有一个朋友，听信网络偏方，每天早上打一大杯所谓绿拿铁蔬果汁当早餐，说是要减重又排毒，结果半年下来体重没轻多少，倒是检查出了脂肪肝和血糖偏高，把他自己都吓坏了。后来仔细一看食谱才发现，他那杯绿拿铁里水果放了3大颗，纤维都被果汁机打碎滤掉了，等于每天早上空腹灌下一大杯果糖汽水，难怪血糖跟着飞天。由此可见，天然的糖如果摄取方式不对，一样会造成伤害。所以高血糖的真凶往往不是我们表面以为的那些糖果点心，而是隐藏在日常饮食中的精致淀粉和不正确的饮食方式。我们都吃错了方向，只顾忌口甜食，却忽略均衡搭配，没有善用那些真正有益稳定血糖的天然食材。您知道吗？血糖长期控制不良，几乎从头到脚都会出问题。眼睛容易出现视网膜病变，白内障、肾脏长期超负荷工作会导致肾衰竭，末梢神经受损，可能手脚麻木，伤口也不易愈合。更可怕的是，血糖高常常和高血压、高血脂联合在一起，悄悄侵蚀血管，引发心肌梗塞、中风等致命风险。所以有人称糖尿病是不痛的癌症，等到发现时往往为时已晚。但我们完全可以在尚未发生严重并发症之前就采取行动，只要让血糖稳定下来，不要老是在高低间剧烈波动，这些风险就能大大降低。各位朋友，与其总是苦吃什么不能吃，不如开始想想什么是我们该多吃的。接下来重头戏来了，我们要揪出5种传说中的天然胰岛素食物，好好介绍它们的厉害之处。这些食物便宜又平凡，却是血糖的终极守护者。吃对了，让你的血糖乖乖听话，再也不乱坐云霄飞车。第一种食物就是深海鱼和海鲜。也许有人会问，鱼不是主要提供蛋白吗？怎么跟血糖有关？关系大了。富含优质蛋白的鱼类，特别是像鲑鱼、青鱼、秋刀鱼、沙丁鱼这类油脂丰富的深海鱼，是稳定血糖的一把好手。蛋白质的魔力在于它能减缓胃排空速度，简单说就是你胃里有鱼肉垫着，白饭面条的消化就会变慢，葡萄糖释放速度放缓，餐后血糖上升的就没那么快。同时，鱼的脂肪中富含 Omega-3 不饱和脂肪酸，这可是抗发炎的利器。慢性发炎会让胰岛素作用变差，而 Omega-3 能够正火，改善胰岛素敏感度，长期下来有助于血糖控制。有研究很有说服力，一项针对68位超重成人的试验发现，每周吃约750克的鲑鱼或沙丁鱼等腹脂鱼类的人，胰岛素和血糖调节能力比只吃瘦鱼的人明显更好。这个研究告诉我们，不是所有鱼的效果都一样。瘦肉的白身鱼，例如鳕鱼、鲈鱼，固然提供蛋白质，但 Omega-3 含量不高，而像鲑鱼、青鱼这些胖一点的鱼才是 Omega-3 宝库。多吃这类鱼才能发挥更显著的稳糖效果。也难怪传统爱吃鱼的日本人和地中海沿岸居民，糖尿病的发生率相对较低，因为他们餐桌上经常出现富含 Omega-3 的鱼类啊。难怪美国糖尿病协会也建议每周至少吃2次鱼，而且最好选择鲑鱼这样的高脂鱼。由此可见，吃对鱼比你光吃水煮青菜有效多了。更厉害的是，鱼类不止稳糖，还顺便守护心血管。糖尿病患者最怕的就是心血管并发症，而 Omega-3 正是血管的清道夫，能降低三酸甘油酯，减少血栓风险。可以说，一条鱼顶上半颗药。那些花大钱买鱼油胶囊的人可能不知道，其实打开一罐平价沙丁鱼罐头配饭吃，不但有 Omega-3， 连辅酶、Q10、硒这些保护心脏血管的元素都有。比起单打一的鱼油丸，吃整条鱼就像请来一整支医疗团队，从各个角度守护你的健康。第二种食物是豆类和扁豆等各种豆菜类。俗话说，饭后半碗豆胜过糖尿药一箩筐。当然，这有点夸张，但也透露出豆子对血糖的好处。红豆、绿豆、黄豆、黑豆、毛豆、扁豆、鹰嘴豆，各种豆子其实都是控糖。好朋友，
它们富含植物性蛋白、镁、钾和大量膳食纤维，其中还有一种特殊物质叫抗性淀粉。这种淀粉很难被小肠消化吸收，等于替你拦截了一部分碳水化合物，不让它们变成葡萄糖跑进血液。一碗豆子吃下去，消化慢慢来，血糖上升自然就平稳许多。还记得李阿姨的故事吗？营养师教她在白饭里掺点红豆或其他杂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国外研究也证实，单吃白饭和白饭加豆子比一比，后者的餐后血糖浓度明显较低。因为豆子的纤维就像一张海绵网，拦住部分糖分，让它慢慢释放，不会直线冲击血糖。而且豆类升糖指数很低，吃了耐饱又不容易胖。刚开始增加豆类摄取，有些人会觉得肠胃胀气、排气变多，别担心，那是肠道益菌在开派对呢。适应一阵子后，情况通常会改善。千万不要因为一点点屁就拒绝了这么好的食物啊！对老人家来说，豆类还有额外的优点，就在于价格便宜，营养全面。你可能不知道，豆子不仅稳糖，还富含植物性铁质和钙质。例如黄豆制成的豆腐、豆干，既有蛋白又有钙，是预防骨质疏松的好帮手。红豆、绿豆富含钾，可以帮助排钠降血压。很多糖尿病患同时有高血压，吃豆等于一举两得。但要提醒，高尿酸或痛风的人，豆类要适量。急性发作期先避开，缓解期也请遵医嘱。接下来第三种天然胰岛素食物，恐怕出乎很多人意料，那就是南瓜及南瓜籽。有人会疑惑，南瓜吃起来甜甜的，不就是淀粉吗？糖尿病不是不能吃甜吗？错，南瓜的甜不一样，它可是糖友们的大救星呢。在许多国家的研究中，南瓜都被证实有助降血糖。南瓜虽然含有碳水，但它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，纤维就是降糖的好朋友，能减缓糖分吸收。另外，南瓜里面还含有一些特殊植物化合物，有科学家认为可能有助促进胰岛素分泌和保护胰脏功能，这也是为什么南瓜有平民胰岛素的称号。事实上，在中医食疗典籍中也早有记载，南瓜性温味甘，能补中益气，并可缓解糖尿病患者口渴多饮的症状。古人常用南瓜煮粥喂食消渴症患者，也就是古代的糖尿病患者，来稳定病情。可见传统智慧早已隐隐抓到重点。举个例子，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提到，让一组人每餐吃大约65克的南瓜籽，大概就是一小把的量。结果他们饭后血糖比没吃南瓜籽的人降低了将近 35%， 这数字让人惊艳吧。南瓜籽富含镁、健康脂肪和纤维，作用和豆类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而南瓜本身也一样厉害。日本、东南亚不少老人家都有餐餐吃南瓜的习惯，他们的糖尿病发生率反而比较低，或许就受益于此。当然，吃南瓜也要讲方法，单吃一大盘南瓜不配蛋白质，血糖还是可能上升。所以最佳方案是用南瓜来取代一部分精白饭或面食，比如用南瓜煮粥、南瓜炖饭，甚至南瓜入菜当主食。多用南瓜，少用白米。南瓜的天然甜味让你少放一堆油和盐，还可以满足口腹之欲，一举数得。别忘了，南瓜橘红色的外表意味着它含有大量贝塔胡萝卜素，这对眼睛很有益处。而糖尿病患者长期血糖高可能伤眼睛，有南瓜来补充维生素 A， 可说相当贴心。第四种食物，别看它貌不惊人，却是稳糖界的隐藏高手，它就是番茄。番茄到底算水果还是蔬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番茄对血糖非常友善。一颗中等大小的新鲜番茄含糖量不到半颗苹果，而血糖指数 GI 值只有大约30，属于低 GI 食物，意思是吃番茄不太会让血糖飙升。而且番茄多汁又有膳食纤维，餐前吃一颗小番茄垫垫肚子，可以减少正餐摄取量，间接稳定血糖。有研究针对第2型糖尿病患者做过实验，每天吃2颗中等番茄连续8周，发现受试者的血压有所下降。血压改善代表心血管风险下降，这对糖尿病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好消息，因为糖尿病常和高血压、高血脂联合伤害身体。番茄富含钾，有助控制血压，也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， 对血管健康很有益。更棒的是，番茄的茄红素等抗氧化物质
可以对抗氧化压力，保护胰岛细胞不受自由基破坏，有助延缓糖尿病并发症。怎么吃番茄最有效呢？其实生吃熟吃都有好处，生吃保留维他命 C， 熟煮则释放更多茄红素。建议2种方式交替，像生吃小番茄当零食，或餐前来一盘凉拌番茄。熟食方面，可以煮番茄蛋花汤、番茄炖牛肉等等，在料理时加一点橄榄油，茄红素更容易被吸收。注意尽量不要加太多糖去烹调，比如番茄炒蛋就少放番茄酱，番茄酱常含糖，保持番茄原有的鲜甜风味。其实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不加糖也很好吃，而且吃出了健康。终于来到第5种天然胰岛素好食物，那就是柑橘类水果，包括橘子、柳橙、葡萄柚、柠檬等。可能有人心里犯嘀咕，橘子那么甜，真的适合血糖高的人吃吗？其实只要适量，完全没问题，甚至有帮助。柑橘类的甜味来自果糖，但一颗柳橙的糖分远比1罐可乐少，而且橘子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，特别是那层白色的橘络。很多人吃橘子喜欢把那层白丝剥干净，其实那是精华所在。这些果胶纤维能延缓葡萄糖吸收速度，而且柑橘里藏着一种对抗糖尿病的秘密武器，叫柚皮苷，是一种多酚类物质。研究显示，柚皮苷有潜力降低血糖，还能抗氧化、抗发炎，对血管也有保护作用。美国糖尿病协会甚至把橘子、葡萄柚列入他们评选的糖尿病超级食物。很多糖友为了控糖，索性完全不吃水果，结果反而导致维生素和纤维摄取不足，免疫力下降，更容易生病。其实选对水果并控制好分量，糖友一样可以安心享用。像柑橘这种富含营养又不会让血糖剧烈波动的水果，每天吃上1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补充维他命 C 可以提高免疫力，身体更强壮了，控糖也就更轻松，真是一举两得。当然，强调的是吃水果而不是喝果汁。榨成果之后纤维没了，糖分浓缩，升糖负荷就会变高，所以橘子要一半一半吃，葡萄柚可以挖着吃，柠檬可以泡大片在水里当风味饮料，千万别只喝不吃渣。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有疑问，难道只要吃这5种食物就万事大吉，血糖不会高了吗？当然不是这样的意思。所谓天然胰岛素，并不是说它们真的取代药物，而是形容它们对稳定血糖的强大帮助。把这些食物融入日常饮食，你等于是给身体多装了几道缓冲和防线，让血糖不上下暴冲。长期下来，或许能帮助减少用药剂量，降低并发症风险，甚至避免糖尿病找上门。此外，稳定血糖的食物又岂止这5种，富含膳食纤维和营养的天然食材还有很多，例如深色绿叶蔬菜、菇类、坚果、燕麦、地瓜等等，也都是对血糖很有帮助的好东西。今天我们挑出这5大代表，主要是因为它们同时具备科学实证以及容易取得、美味可口的优点。只要先从这些食物下手，您的餐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健康。将来有机会，我们也会再和大家分享更多有益控糖的食材。最后再快速帮大家复习一下，深海鱼提供优质蛋白和 Omega-3， 好比为餐后血糖安了减速带。豆类富含纤维、镁和植物蛋白，是天然的降糖养分宝库。南瓜和南瓜籽膳食纤维满满，又提供特殊植化素和镁元素，能双管齐下稳定血糖。番茄低 GI， 多抗氧化，还帮助降血压、护心血管。柑橘类水果纤维与多酚兼具，甜而不腻，补充营养，同时稳定血糖。把这5个饮食好朋友经常请上您的餐桌，血糖自然就会乖乖不乱跑。当然，控糖除了吃对食物，规律运动和良好的生活作息也是关键。适度运动能提升胰岛素敏感性，帮助肌肉利用血糖。充足睡眠与减压放松则可以避免压力、荷尔蒙干扰血糖。一手饮食一手运动，双管齐下，血糖控制才能更上层楼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饮食控制始终是基础，只要先把吃这关顾好了，再配合运动和生活作息调整，您的血糖一定会比以前听话得多。说到这里，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冲超市，但先别急，
我们最后再提供几个贴心小诀窍，教您如何正确选购和食用这些天然降糖食物，才能发挥最大功效。进食顺序小技巧，用餐时可以先吃蔬菜、汤品或蛋白质，最后才吃主食淀粉。这样的顺序能减缓糖类吸收速度，让血糖上升较平缓。比如您可以先喝一碗青菜豆腐汤，或先吃几片番茄垫垫肚子，再开始夹饭配菜，效果会比颠倒顺序直接先吃饭来得好。在料理方面，尽量简单烹调，少油少糖。鱼可以清蒸、水煮、烤，避免油炸裹粉，免得额外增加碳水和热量。豆类烹煮前浸泡可以减少胀气，主食别加一堆糖熬成甜汤，不妨改加些洋葱、大蒜一起炖，更香醇又降糖。南瓜可以蒸熟当主食，或者煮汤时放几块，增加甜味，取代部分精致淀粉。番茄料理时少用含糖酱料，多利用自身酸甜提味。柑橘类水果直接吃就是最佳天然甜点，也可以切片泡水当天然风味饮料，千万别加糖浆。选购食材时，第一，要讲究新鲜，原形为鲜，尽量选择新鲜未加工的食材，例如买鲜鱼而不是鱼浆制品，购买干豆自己泡发或挑选低钠无糖的罐装水煮豆，选完整的南瓜或原味南瓜籽，而非糖制南瓜干。番茄当然以新鲜的最好，水果则选当季的橘子、葡萄柚等，风味营养都最佳。一些加工品往往加了糖和盐，可能抵消食材原有的好处。第二，注意品质与产地。鱼类最好挑选低污染源的产地，例如深海野生鱼或信誉良好的养殖渔场，少吃受重金属污染可能较高的大型鱼。豆类要留意有无发霉变质，南瓜籽则选颗粒完整、没有哈喇味的。柑橘类挑选重量、橙皮色鲜亮的，汁水才丰富。在料理方面，已经提过少油少糖，这里在提醒烹调时避免过度加工和调味，比如鱼不要腌得太咸或加很多糖醋酱，豆子别煮得糖水淋漓，南瓜本身有甜味，就别又加大量奶油和炼乳去烤。番茄炒蛋少放糖，其实加蒜一起炒风味更好。橘子类水果更没必要加盐巴或糖粉调味，天然吃就很好。最后要提醒的是，任何食物都有适量的问题，也不是人人都适合无限制摄取。胆固醇偏高的人吃鱼和海鲜要选瘦一点的鱼，每周2到3次即可。痛风患者面对高嘌呤的鱼虾蟹和豆类要小心控制分量，肾功能不佳的人则需注意南瓜、番茄、柑橘的钾含量偏高。另外，正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患者，例如服用降血脂药物，在吃葡萄柚前也务必咨询医生，因为葡萄柚可能影响药物代谢。在调整饮食前，如果您有以上这些特殊情况，最好先请教营养师或医生的意见，确保安全无虞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把稳定血糖的功臣们一一介绍完毕，也算是为饮食控糖这件事证明了，原来真正的健康不一定昂贵，也不必靠那些花俏昂贵的进口保健品，而往往就藏在寻常菜市场的小角落里，等着有心人去发现。选择这5大神奇食物，就是选择一种天然、简单又有效的生活方式，是不被商业噱头牵着鼻子走的清醒决定。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定个健康小约定，从现在开始，下一次采买时，记得在菜单里加上1条鱼、1包杂豆、1颗南瓜、几颗番茄或几颗橘子，每天给自己的餐盘添一抹来自大自然的色彩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请记得今天的分享，这不仅仅是在吃几样食材，而是在为你的健康投资，在为你的家人未来省下一大笔医药费，也是对自己身体负责的开始。让我们一起见证改变，从今天起拥抱这些来自天然的降糖宝物，迎接血糖稳定、精力充沛的新生活吧。祝福大家都能吃得健康，活得精彩，血糖稳稳，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，迈向长长久久的健康人生。我们下次再见。